如果有一天你終於修到煩惱斷盡，生死已了，你覺得你這輩子造下的業，甚至累世累劫背負的業，會因為你成佛了就一筆勾銷嗎？2500多年前，這個問題不是哲學假設，而是活生生發生在佛陀本人身上的一件事。更耐人尋味的是，同一樁公案，佛經裡居然給出了2套截然相反的說法。一套說連佛都逃不過因果，縱使成佛，殘業未了依然得受報。另一套卻說如來根本沒有業報這回事兒，所謂受報只是慈悲到了極處的一場示現。大寶積經裡記着佛陀對至聖菩薩說過這樣一段話：如來實無業報，我是法王尚受業報，況於眾生而不受業。這句話你如果細看，會發現它本身就自相矛盾。前半句說如來實無業報，後半句緊接着又說我是法王尚受業報。到底佛有沒有業報？佛陀自己好像故意留了一道謎題，沒給你一個乾脆的答案。這樁公案，佛門裡稱作九難，又叫九惱，是釋迦牟尼佛一生當中示現受苦受難的9件事，各宗各派都承認確有其事，沒有爭議。其中一件就是佛陀帶着500比丘在毗蘭若劫下安居3個月，最後落到只能吃餵馬的馬麥充飢的地步。堂堂佛陀，人天導師，福德智慧圓滿具足，怎麼會淪落到跟馬搶食？這件事從佛教立宗以來就沒有停止過討論。而討論到最後，你會發現這已經不是佛陀有沒有倒霉這麼簡單的問題了。他逼着歷代祖師大德去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證悟到底能不能讓一個人徹底脫離因果？翻遍佛經，記載佛陀受苦的段落其實不多，大多數經文都在描寫佛陀神通廣大，福慧圓滿，很少正面承認佛陀這一世也曾經不順。這也是為什麼九難這份清單格外顯得珍貴而尖銳。它是佛經裡少數幾處逼着你正視連佛陀也會遭遇難堪這件事兒的地方。這個問題其實也是你我心裡或多或少都藏着的一個假設：是不是只要修得夠久、夠深，日子過得夠如法，就可以換來一張因果豁免證，從此不用再面對某些討厭的、委屈的、說不清道不明的境遇？如果連佛陀本人都要為這個問題給出解釋，那我們凡夫恐怕更沒有僥倖的餘地。聲聞乘的經典給出一個答案，大乘的經典給出另一個答案，兩邊引的都是佛陀親口所說，誰也不是編造，可結論卻南轅北轍。這不是哪部經寫錯了，而是他們其實是站在2個完全不同的高度回答同一個問題。至於是哪2個高度，等一下你就會明白。而且可以先說一句，當你聽完這2套說法背後真正的邏輯，你對因果這2個字的理解會被徹底翻新一遍。有人說，這不過是佛教史上一樁考據的公案，跟修行沒有直接關係。但如果你仔細發掘，會發現這背後的答案遠比我們想的複雜得多。這不是佛教獨有的問題，只是佛教用一碗馬麥把它講得格外具體。在往下講之前，不妨先在留言區打上一句：願解如來真實義。這不只是一句形式，這7個字本來就是佛門弟子在聽聞佛法之前靜下心來，放下成見的一個提醒。願你我都能借着這樁2500年前的公案，看清楚一件事：因果這條路究竟要走到什麼程度才算真正走完？毗蘭若梵語也譯作毗羅然，是佛陀在世時印度的一處聚落。那一年，一位婆羅門名叫阿奇達，也有一本寫作阿奇達多，誠心禮請佛陀帶着500位比丘前來自己的国土節下安居3個月。按照當時的規矩，安居期間供養的責任理應由邀請人承擔，衣食住行
一應打點。阿奇達也確實是這樣承諾的。可是安居才剛開始，事情就起了變化。經典上說，這位婆羅門被天魔迷惑了心智，他起了反悔的念頭，閉門不出，把當初的供養承諾忘得一乾二淨。佛陀與500比丘就這樣被晾在了毗蘭若，整整3個月，幾乎無人問津。這裡有一個細節很容易被忽略，卻讓整件事更顯艱難。按照戒律，比丘一旦進入節下安居，便不能隨意離開這個地方，去別處雲遊乞食。哪怕明知這裡的供養已經落空，也必須留下來，把這3個月原地度過。換句話說，佛陀與500比丘不是不知道毗蘭若已經沒有指望，而是即便知道，也只能留下來，面對這個沒有退路的處境。你可以想象那個畫面，一位福慧兩足、32相80種好的覺者，帶着500位聖弟子，每日清晨捧钵而出，走遍街巷，卻一次次空钵而歸。當地正巧有牧馬人，餵馬的飼料是馬麥，粗劣乾硬，連牲畜都未必愛吃的東西。走投無路之際，佛陀與僧眾就以這馬麥充作飲食，整整吃了3個月。換作是我們任何一個人，接連幾十天，頓頓吃着連牲畜都嫌棄的粗糧，只怕早就心浮氣躁，口出怨言了。可這群人愣是把這90天走成了佛門史上最安靜也最有分量的一段公案。有意思的是，經典裡沒有記載任何一位比丘因此心生怨怼，要求佛陀想想辦法。3個月，粗砍乾硬的馬麥，日日如此。僧團始終維持着托钵乞食、依教奉行的本分。這份沉默的接受本身就已經是另一層耐人尋味的信息。這樁往事不止漢傳佛教的部派律典有記載，南傳巴利語系統的律藏裡同樣保留着幾乎一致的版本。然而真正引發千年爭論的從來不是有沒有這件事，而是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麼？為什麼一位福德智慧圓滿具足的佛會走到需要靠馬麥度日的地步？如果這只是一次尋常的托钵不順、化緣落空，倒也罷了。可佛門的邏輯向來講究有果必有因，尤其對佛陀這樣的覺者而言，任何一個遭遇背後必定有它的來龍去脈。於是2套完全不同的因緣說法就在不同的經典體系裡各自展開。一套追溯到佛陀過去生的一段往事，另一套則把這件事兒幾乎整個推翻重講。先說第一套解釋，也是流傳最廣、最多人听過的版本，出自中本起經、十颂律，以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要事，還有法苑珠林。這套說法把馬麥一事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比婆夜如來住世的年代，也有經典寫作毗婆尸佛，講的是那時候的一位婆羅門。有一天，這位婆羅門看見比婆夜佛與隨行的比丘眾正接受盤頭王以珍種美善供養，心裡生出了嫉妒。他脫口罵道：這群剃了光頭的沙門本來就該吃馬麥，哪裡配吃這樣的美食？不止如此，他還唆使身邊500個童子跟着一起附和辱罵。就這一句惡口，這一段業，讓這位婆羅門與500童子墮入地獄，受苦無數千歲。地獄的果報嘗盡之後，還留有一段餘殃沒有消盡。這段沒消盡的餘殃，等到婆羅門累劫修行，終於成就佛道之後，依然要顯現出來。而這位婆羅門正是今天的釋迦牟尼佛。那500個附和辱罵的童子，正是後來跟隨佛陀出家證得阿羅漢果的500羅漢。佛門講業分定業與不定業，不定業可以透過懺悔、行善、轉輕甚至化解，定業則是已經成熟到沒有轉犯的餘地的業，非受不可。
婆羅門那一句辱罵牽連的因果顯然屬於後者，地獄受盡，餘殃未消，哪怕已經貴為佛陀，這筆賬還是躲不過去。這套解釋背後有一個非常嚴肅的教義支撐，叫做有餘涅槃。什麼意思呢？一位阿羅漢，一位佛，證得聖果之後，煩惱的因確實已經斷盡了，不會再造新業。可是過去世所造的業感召出來的這具身心，也就是佛門講的異熟果，還留着，還要吃飯，還要走路，還要承受這具身體帶來的種種際遇，包括病痛，包括像馬麥這樣的委屈。要等到這一期生命結束，色身壽命終了，業報的身心徹底寂滅，那才是無餘涅槃，真正意義上的不受後有。從此再沒有一具肉身去承接過去世任何一筆尚未清算的賬。換句話說，成佛斷的是因，不是已經種下去正在結果的那顆種子。種子已經種下，該發的芽還是要發，就像一鍋粥，火已經熄了，可鍋裡的餘溫還是要慢慢散盡，不會因為火熄了就瞬間變冷。佛陀在世時示現的每一次苦難，某種意義上都是在替過去世那個還沒有覺悟的自己，把欠下的一筆一筆還清。聲聞乘的經論之所以反覆強調這一點，其實有很實際的用心。如果連佛陀都可以因為正果就把過去的業一筆勾銷，那修行的人豈不是人人都可以抱着一種先造業，日後靠修行抵消的僥倖心態？所以把有餘涅槃講清楚、講透徹，就是要斷掉這個念頭。因果不是拿來討價還價的，它只負責如實運作。這套說法其實是在向我們傳達一個訊息：因果這件事兒沒有例外待遇。縱使你修到了佛的果位，你此前造下的業該受的還是得受，一分都少不了。這也是為什麼佛門常講誦經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業力這張網密得連佛陀本人都得親自去嘗。如果故事講到這裡就結束，其實已經足夠震撼。但是如果你去讀《大寶積經》，會發現佛陀說出的又是另一番說法，幾乎正面推翻了前面所說的。《大寶積經》卷108有一會兒叫做大乘方便會，這一會裡佛陀面對至聖菩薩的提問，說得斬釘截鐵。如來早就成就一切善法，斷盡一切不善法，連業報的習氣都不可能有殘留，更別說什麼業報的障礙了。接着他話鋒一轉，點出了整件事的關鍵。那句“我是法王上受業報”，其實不是在陳述事實，而是佛陀用來教化眾生的一種說法，為彼眾生做如是示現。示現不是真實承受，而是一場為了度化眾生特意演給你看的戲。佛陀怕你不信，還舉了3個譬喻。第一個，書師喻。一位精通書法典籍的老師教一群剛啟蒙的孩童認字，會故意跟着孩子一筆一劃念誦最基礎的字句，這不代表老師自己不通達，只是為了教學方便。第二個，大藥師喻。醫術高明，自己身體本無病痛的藥師，為了讓病人相信這味藥確實有效，會故意當着病人的面先服下那味苦藥，讓病人安心。第3個是乳母喻。譬如一個長者的孩子交給乳母撫養，乳母自己沒病，但為了讓嬰兒通過乳汁得到藥效，他會自己先服苦藥，讓乳汁清淨，再餵給嬰兒。乳母吃藥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孩子。這3個譬喻，老師、藥師、乳母，說的都不是什麼高深道理，而是每個人生活裡都曾經見過，甚至自己做過的事。為了讓對方安心，讓道理立得住，寧願自己先吃那口苦。方便這2個字，在大乘佛法裡，從來不是隨便或將就的意思，而是方法加便宜，觀察眾生的根器，
選擇最恰當、最能讓對方受益的方式去傳遞同一個道理。那麼具體到食馬麥這件事兒，佛的方便到底是什麼？他為什麼要選擇吃3個月馬麥這麼一個劇本？他通過這場戲到底想要度化誰？佛在經中給出了3重答案，每一個都讓人嘆為觀止。第一重是為了度化500匹馬，這個也很有意思。這500匹馬前世曾經發過菩提心，供養過諸佛，只因為親近了惡知識，才墮落到畜生道。這群馬當中的領頭馬名叫日藏，實際上是一位大菩薩，為了度這500匹馬，甘願投生做馬身。佛陀明明知道阿奇達會反悔，卻還是執意前往毗蘭若杰下，為的就是讓這500匹馬有機會在這3個月裡省下自己的口糧供養僧眾，藉此懺悔往昔惡業，聽聞佛法。這樣的安排看似是佛陀算計好的一場戲，其實恰恰相反。正因為佛陀清楚看見了每一層因緣，才願意承擔這份看起來難堪的示現，去成就這500匹馬一次翻身的機會。若不是佛陀甘願走進這場處境，日藏菩薩這一世的苦心也就無從兌現。3個月安居期滿，這500匹馬命中全部往生兜率天，將來必定成佛。第二重是為了調伏跟隨佛陀安居的400位比丘，這400人當中有不少是因為見到佛陀相好莊嚴、清淨殊勝，心裡生出了貪愛執着。粗劣的馬麥恰好能磨掉這份貪心，逼着他們放下對色身、對飲食的執着。過了90天，粗ขี้的飲食沒有換來一句抱怨，反倒磨掉了這群人心裡最後一點，對色身舒適、對飲食精細的貪着。原來貪愛最深的地方，從來不是佛陀的相好，而是自己那顆見了美好就忍不住要抓取的心。等這一層貪着被磨穿，阿羅漢果也就在這一刻水到渠成。第3重是做給不信因果的眾生看的，讓那些以為造惡無所謂、因果是騙人的人，看到連佛陀這樣的法王都還要受報，心生驚懼警醒，從此斷惡修善。細看這3重用意，你會發現佛陀的這一場受苦從來不是單一目的的安排，而是同一個處境，同時度化了3種不同層次的眾生：畜生道的馬、貪執未斷的比丘，以及遠在經文之外，此刻正在聽着這樁公案的你我。90天的馬麥一次布局度了3方，這樣的布局也側面回答了實報說留下的疑問：如果這一切只是被動償還舊債，何必精準到同時成就3種不同層次的眾生？唯有主動示現，才能解釋為什麼這場受苦安排得如此嚴絲合縫，每一個細節都恰好落在最需要它的地方。而這裡面最耐人尋味的一個細節是阿難的經歷。當時阿難心中憂惱，覺得佛吃馬麥太委屈，佛看到阿難的心，就取了一粒馬麥給他親自嘗了嘗。阿難吃下去之後，驚訝地發現這粒馬麥的滋味竟然勝過王宮裡的一切珍饞美味。吃完之後整整7天都不覺得飢餓。後來佛陀在開示中說了一句話：如來雖食草木、土塊瓦礫，3000大千世界中無如是味。也就是說，同樣一把馬麥落在凡夫眼裡粗劣不堪，可落進佛的境界根本就不是什麼苦食，只是眾生業感所見，才顯現為馬麥的樣子。這個細節幾乎是整套方便示現說裡最直接的證據。如果馬麥真的是佛陀受苦的證明，阿難吃到的應該只是難以下咽的粗糧，而不是7日不飢的絕味。味道的差別不在麥子本身有沒有變，而在見者的心處在什麼層次。大智度論也站在同一立場上，講得更直白。
佛陀生生世世割肉餵鷹，捨身飼虎，福德智慧早已圓滿具足，哪裡會真的落到起事不得、空缽而返的地步？這些例子並不是空泛的讚嘆。獅披王為了救一隻鴿子，甘願割下自己的肉抵償；薩國太子路遇餓虎母子，寧可捨身飼虎，也不忍他們相視而亡。這些流傳千古的本生故事，講的都是釋迦牟尼佛過去生行菩薩道時真實做過的抉擇。一位連身體都能布施出去的修行者，福德早已積累到無法計量的地步，又怎麼會真的落到連一缽飯都乞討不到的窘境？以是事故，知佛方便，為度眾生故。受此諸罪，一切都是方便。對一位早已超越生死執着的覺者而言，受苦這2個字的重量跟凡夫的理解完全不在同一個量級上。就像一位技藝純熟的演員，即便在舞台上演繹最悲慘的角色，落淚、顫抖、聲嘶力竭，那份專注與投入從來不會真正撕裂他自己的內心。佛陀示現受報，某種程度上也是這樣一種入戲而不迷失的狀態。講到這裡，你會發現這2套說法已經不只是矛盾這麼簡單了。一套說因果如影隨形，佛也逃不掉；另一套說佛根本沒有業報，一切都是演給你看的。到底哪一套才是真的？這個問題，印順法師在他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裡，其實給出過一條重要的線索。他就說大智度論面對佛世世修大行，為什麼還要受種種罪報？這個理論上的矛盾，提出了一個二身說。如來有2種身，一種是法性生身，一種是父母生身。父母生身是應化在人間有形有相的這具色身，可以有九難這樣的視線，而法性生身超越一切業報，跟法界本身無二無別。換句話說，佛陀不是一個人，而是同時以2種方式存在，一種在世間顯現有生老病死的表象，一種超越世間無生無滅的實相。你我凡夫只能看見那具父母生身，吃馬賣的是這一具身，可佛陀真正的正量安住在法性生身，從來沒有真正受過什麼。這也是為什麼同樣一部大寶積經可以一邊講如來實無業報，一邊又講我是法王上受業報。2句話其實分別對應着這2種身。法性生身上確實無所謂受，父母生身上確實可以顯現為受。不是佛陀前後矛盾，是我們把2層混在了一起聽。這不是文字遊戲，而是佛門2谛思想最典型的運用。世俗諦上因果粒粒分明，種什麼因得什麼果，誰都跑不掉。聖義諦上一切法本自空寂，業性本空，哪裡還有一個真實的受報者在那裡承受什麼？這2個詞你不要被他們唬住。世俗諦說的是我們凡夫此刻活着的這個世界，看得見摸得着邏輯清楚的這一層。聖義諦說的是超越語言，超越表象，那個諸法實相的層次修行。某種意義上就是慢慢學會，同時看見這2層，而不被困在其中一層裡出不來。時報說講的是世俗諦這一層，方便示現說講的是聖義諦這一層。2套說法從來不是在打架，而是站在不同的高度看同一件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同一樁公案會被講成2種版本。聲聞乘的聽眾多半還在生死苦海中掙扎，需要先把因果的敬畏感立起來，才談得上進一步修行。大乘的聽眾則已經開始叩問佛的本質到底是什麼這類更深的問題，需要的是超越表象直探法身的智慧。同一樁公案講給不同準備程度的人聽，自然要用不同的深度。
這套二身的智慧其實也可以借來理解你我自己。我們同樣活在2個層次裡，一個是每天要吃飯、要工作、要處理各種際遇的這具身體和這份際遇逃不開、繞不過；另一個是那份不生不滅，能夠覺察這一切發生的那份覺性，從來沒有被任何境遇真正污染或困住過。修行要下的功夫，從來不是消滅前者，而是慢慢認出後者，一直都在。佛門歷史上其實還有一樁流傳甚廣的公案，可以拿來對照理解這個道理。釋家族被滅的故事。琉璃王的母親本是釋家族一位地位低微的女子，當年被以貴族女子的名義嫁給鄰國國王。琉璃王年幼時曾到訪母親的故土，意外得知這段隱情，也因此受到當地人的輕慢。這份少年時代的屈辱，成了日後覆滅釋家族最直接的導火索。即位之後，他興兵討伐釋家族。消息傳來，佛陀連續幾次親自坐在琉璃王出兵必經的一棵枯樹下，用自身的威德勸退了大軍。史書沒有細說佛陀那幾次靜坐枯樹下的心情，但可以想見，那不會是輕鬆的等待。明知這一次終究是要放手的，卻還是一次又一次。坐在那條必經之路上，能拖一天是一天。到了最後一次，佛陀卻不再阻攔，靜靜看着琉璃王的軍隊開過，釋家族最終幾乎被滅族。弟子們不解，問佛陀：“您神通廣大，為什麼這一次不救？”佛陀只說了4個字：“定業不可轉。”釋家族過去世共同造下的業，已經到了非受不可的地步。這樁公案跟馬麥一事恰好構成一體兩面。琉璃王滅釋家族講的是定業不可轉，是時報說的邏輯。佛陀一次次擋駕，又在最後一次放手，講的卻是該救則救，該捨則捨的自在。這一份自在，正是方便示現說想要點出的核心。同一位佛陀身上，你能同時看見因果的嚴絲合縫與超越因果的從容自在，二者並不衝突，而是一體兩面，缺一都不完整。很多人以為只要夠虔誠、夠精進，什麼樣的境遇都能被祈禱或修行改寫。琉璃王這樁公案恰恰給出了一個誠實卻不討喜的提醒：不是所有的果都留有轉散的空間。修行能做的，從來不是保證什麼都不會發生，而是讓你在事情發生的時候多一分從容，少一分崩潰。回到最初那個問題，成佛以後還會受業報嗎？如果你要一個完整的答案，那就是從佛的法身、報身來說，不受。一切所謂的受難，都是大悲心到了極處，主動示現出來的一場教化。可是從佛的應化身來說，確實可以顯現出受報的樣子。這裡面又有2層含義：一層是過去世殘餘的果報，自然而然地在這具應化色身上顯現出來，這是聲聞乘講的道理；另一層是佛陀以自己的願力主動示現苦相，為的是教化眾生，這是大乘講的道理。對我們這些還在修行路上的凡夫來說，這個問題真正的意義，或許不在於佛到底受不受報，而在於他逼出了另一個更貼身的問題：業報和自在到底是什麼關係？《金剛經》裡有一句話：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很多人把這句話理解成什麼都不用當真，可放在馬麥這件事情上看，他其實是在說另一件事：境遇本身從來不是問題，問題永遠出在你我怎麼去看這個境遇，怎麼去接這份感受。同一碗馬麥，佛看見的是3000大千世界都找不到的滋味，凡夫看見的卻只有粗獷和委屈，差別不在麥子，在那雙看麥子的眼睛。這跟坊間常說的正向思考其實不是一回事兒。正向思考
常常是硬把自己的感受壓下去，告訴自己沒關係，要樂觀。而這裡說的自在，是先誠實承認這份委屈確實存在，再慢慢練習，不被它牽着走。壓抑和放下看起來很像，實際上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這裡有一個容易被誤解的地方，需要先說清楚：受而無受不等於消極認命，更不是叫你什麼都不去爭取，什麼都逆來順受。佛陀該救釋迦族的時候，2次3次擋在路上，盡了全力，救不了的那一次才選擇放手。自在從來不是不作為，而是盡了力之後能不能放下那份不甘心。凡夫受報是被動的、痛苦的，伴隨着深重煩惱的，你造了業，業成熟了，你逃不掉，也放不下。在受報的當下，還要加一層我不甘心的煎熬。可是佛的受報是主動的、自在的，沒有苦受的，就像馬麥到了佛的口中，化作了勝過王膳的滋味。這中間的差別不在於受不受，而在於受的時候，心有沒有被綁住。這才是這樁公案真正留給我們的功課。你我這一生一定還會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業受阻，關係破裂，身體病痛。很多時候你會忍不住去問，我明明也算努力，也算善良，為什麼還要經歷這些？這個問題其實跟佛為什麼要吃馬麥是同一個問題的2個版本，答案也是同一個。因果從來沒有要針對誰的意思，他要的從來只是讓你親身走過一遭，看清楚這條路，看清楚之後，你才有機會決定下一次你要不要再被同樣的煩惱綁住。很多人大概都遇過這樣的時刻，明明盡了全力，事情還是沒有按照期待發展，明明沒做錯什麼，還是被誤解、被辜負。這種時候最難的不是承受結果，而是咽下為什麼偏偏是我這口氣。可如果因果真的如實運作，那答案其實很樸素，不是偏偏是我，而是此刻正好輪到這筆賬要清。想通這一層，委屈不會立刻消失，但至少那份被針對的錯覺可以先放下。如果時報說提醒你，我因果不容僥倖，那這份提醒最自然的回應就是懺悔，不是恐懼，而是誠實面對自己曾經造下的可能連自己都忘了的言語和念頭，願意從今天起多一分謹慎。如果方便视線說提醒你，我受苦也可以是一種主動的慈悲，那這份提醒最自然的回應就是把自己曾經吃過的苦轉成願意為別人多分擔一點的心。我們或許成不了佛，但至少可以練習，在自己至親朋友最難的時候，願意陪着一起吃那碗馬麥。成佛從來不是業報消失了，而是業報綁不住你了。種子還在土裡，風還是會吹過來，可你不再是那個被風一吹就慌了神的人。這一份受而無受的自在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躲開因果換來的，它是老老實實一次又一次把自己該受的都受完，受清楚，才慢慢磨出來的。這份綁不住，說到底練的不是別的，就是每一次境遇現前時，那份願意先不急着反抗，先看清楚的耐心。今天做不到沒關係，佛陀自己也是從無量劫的凡夫位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重點不是現在做不做得到，而是願不願意開始練。畢竟任何境遇不管多麼難熬，本質上都離不開一個字：無常。它会來，也一定會過去。就像那90天的馬麥，再難吃，終究也吃完了。這或許就是這樁2500年前的公案穿越時間，留給今天的你我最實在的一份禮物。2500年前那碗馬麥早就吃完了，可這個道理從來沒有過期。佛門常講，隨喜他人的功德，等同於自己也種下了這份功德的種子。如果今天這段公案
能讓你對因果多一分敬畏，對自己多一分慈悲。那麼，把這份體會傳出去，本身就是一種布施。如果佛陀那碗馬麥吃的是業，那你我這一生是不是也正在一口一口吃着自己的那碗？如果吃的是慈悲，那這份慈悲此刻又輪到誰接着傳下去？如果這段公案讓你對因果這兩個字有了一點點不一樣的體會，歡迎在留言區寫下你此刻心裡的答案。也請你順手點個讚，轉發給身邊也在修行路上的朋友，讓更多人有機會聽到這樁被淡忘的公案。如果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也歡迎隨喜布施，護持我們持續把這些法一集一集講給更多人聽。2500年前，500比丘忍着飢餓，把3個月走成了3個月的功課。2500年後，你我也終將要把自己的那碗馬麥走成自己的功課。願你我都能像佛陀那樣，縱使身處逆境，心依然自在如常。